Hello，大家好，又见面了。今天这个视频是教大家怎么用 Animation Layer 这个插件来加动画层。这个视频呢，还是先会分成两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教大家怎么用对一些基本的操作。第二部分呢，还是用一个实际的案例去教大家怎么去添加动画层。添加完之后呢，去怎么修改动画。好，那我们正式开始啦。好，在正式开始之前呢，我先简单的讲一下什么是动画层哈。就好像在 PS 里面画画一样，我们画画呢，首先要有一个线稿，然后呢有一个底色。然后呢，加一些细节，加一些高光，加一些特效，一层一层画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做动画呢，其实也是可以这样一层一层做的。就比如说，我现在有一个跑步的循环动画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有一个循环动画，我可以先做一个循环动画，然后呢，再给它加一个动画层，动画层上的动画往前移动，这样呢就会有一个我一边跑步一边向前进的这个效果了。好的，那我具体操作一下。我这边呢是使用那个 Animation Layer 这个插件来制作动画层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插件还蛮方便的。首先呢，我们先选中你要加动画层的这个控制器，然后呢按下这个加号键。按加号键之后呢，会出现两个层，第一个呢是你原来的动画，上面这个层呢是你新加的动画。那我们先用这个大盘这个控制器来试一下哈。我们先按I 键加一个关键帧，然后呢我移动，比如说我移动到45帧往前移动，这样呢它就会有一个向前跑的一个运动了。然后我们再给它把这个曲线修改一下。这样就会有一个匀速往前移动的效果。那如果现在我想让它加一点别的效果怎么办呢？还是一样的方法，比如说我让它把这个身体往后靠一点，然后更靠一点，把头呢也往后靠一点。那这样加了动画层之后呢，我只需要很方便的就是动一个骨骼就可以修改它们全部了，而不需要去到原来那个动画层里面去修改所有的曲线，很麻烦。比如说，如果我想让它这个手再往外打开一点呢，它就会改变你的动画姿势，就是一劳永逸啊。好，当我们把动画做好之后呢，我都会选择把它的那个动画都备课到原来的那个动画层里面。当然，也可以按你自己的需求来做这个操作啊。怎么弄呢？我们来到这个 Animation 多加出来的这个动画层里面，然后找到这个 Bake Operators， 然后呢，这个 Merge Bake 第一个点开这个呢，选这个 Smart Bake， 它就会直接贝壳到你那个原来的帧上面去，然后按 OK。那这个之前那个就没有了。然后我们原来的动画帧呢，它就会加上这些帧。这样呢，我们的动作就修改好了。好，那第一部分就先讲完了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又看到这个模型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哈。这个案例大家应该已经很熟悉了。比如说如果我这个时候我想让它跳起来，跳得更高一点，那我现在是已经什么动画都做好了哈。但是如果在29帧我想要调高的话，势必会影响到一些其他的帧。比如说我这边是没有，如果大家做动画是很复杂的话，我动一个控制器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控制器。那我动一下的话，我所有的东西都要动，对不对？很麻烦。那怎么办呢？这时候动画层就要出现了。还是在这边打开这个勾勾，然后按加号键，这时候就会新建一个动画层。那如果是在这样做动画比较复杂的情况下怎么做呢？我们一定要先确认好我们的动作是要修改什么样子，不要糊里糊涂的就开始做。在做之前一定要先分析好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在24帧，然后跳起来29帧，我是想让29帧更高一点，然后再36帧掉下去，
然后踩回原地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在29帧的时候给它往上拉。我把脚也一起拉上去，这样行不行呢？我们来看一下效果。那出现什么事呢？就是我整体往上拉的话，它就是所有的层都往上走了，对不对？我把这个动画层关掉，它是整体的往上，但这是我们不想要的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回来，我们一定要在它起始帧给它设置关键帧。比如说我是这一套动作的关键帧，前一个关键帧是这个，比如说25帧，那我在25帧先给它设置个关键帧，然后跳起来下落的时候，这36帧它是个关键帧，给它设置个关键帧，然后在25和36之间，那我就可以任意修改，因为我之前面25和36我都已经给它加了2把锁，给它把这段动画给锁住了，所以我这边29给它移高一点。你看，我们上面的动画曲线也是，这边显示的曲线是动画层的曲线啊。那我前面10到25这边是没有变化的，动画是没有变化，还是原来的样子。然后呢，25到30这边，那我是把它拉高一点，这样跳得再高一点，36又下来。那我们在25和36之间，我就可以任意的修改我的动画，比如说脚给它抬上去一点。这只脚呢也给它抬上去一点，这边的极限量也给它弄一下，但是这里看啊，我极限量这个我们刚刚没有设关键帧啊，所以这边还是要给它设个关键帧，比如说我25帧也设一下，36设一下。所以我个人的一个习惯就是，我在做加动画帧之前，我会全选把所有的都给它加一个关键帧，比如在25。然后36都设置关键帧，那这样的我在中间这段区间里面修改动画的时候，无论怎么样，它都是有设置关键帧的，而不会影响到我之前做的基础层的动画。那我就先随便改一下，给大家看看效果是什么样子。好，那我动画呢现在就已经这样修改好了，整个动画的风格好像也改变了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上面这个动画层。然后这边呢是原来的动画层，这边是新加的动画层。然后呢，我把它把新的动画层备课到原来的动画层上面，然后按这边的 Smart Bake，OK。那这样呢，它的动画层2个动画层就合并起来了。看，这边的动画曲线也都修改成之后的样子了。那这个动画层的这个插件呢，它基础的一些用法就是这样子。如果小伙伴们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自己去深入研究一下。好了，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觉得有帮助的话，就请关注这个频道。然后呢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好，拜拜。